有次偶然在公园里发现一批很奇特的塑像，然后就觉得很酷，所以把它拍下来。我在思考绘画题材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批塑像。觉得他们用绘画呈现应该是很有趣的。每个人小时候都碰过这种塑像，包括那种塑胶玩具。我就开始思考他们的共通性，我可以呈现的样貌。那仿生命这个概念，它是蛮抒情的，我蛮喜欢这个想法，就是它有点像是小时候那种万物有灵论的那种情节，加上他们的眼睛的涂装都是很简略的。那这样反而好像我们去赋予它的一种灵魂。然后毕竟摄影和绘画这两个本来就是都存在着很多暧昧和重叠的地方，我只是想用我熟悉的方法去做作品。首先，这个对象物上面有他者的痕迹，这个他者可能指的是做塑像的这个师傅，或者是某一个人。那这个人依那个动物给他的感觉，他去雕塑，去加上造型跟颜色，当然也包含他自己个人主观的那个美感在里面。然后这些东西转换成摄影的例子，再转换成绘画，我就觉得这一层一层的关系，跟首先在上面的涂料，然后我的颜料堆叠之间那种呼应，它是很吸引我的这一层的关系。所以我画这些影像例子的同时，也是在复制某一个人他在表象这些留痕。其实也说不清我究竟是在画一个雕塑还是影像，或者是他的那个留痕，因为我在依赖影像的同时，也在进行传统绘画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会用自己的素描的概念去进行补充和强化这个画面。所以这个手段有点像是多次翻拍之后，然后最后那张照片它的成像成为一个庞大的一个讯息和一个时间的载体。照相式绘画有别于一般写生绘画，是一种瞬间时刻的写生。如果用摄影的角度去看，写生的成像方式是一种长时间的曝光，它和这个真实世界是同步的。照相式绘画它是一段曝光时间，然后你再对着那段曝光时间去做写生。画相片的作品其实并存2个或多个时间点在里面。一个是刚开始曝光的那段时间，一个是画照片的那段时间。然后这种有多重时间性在里面的这个画面，让我觉得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很别扭的感觉。对，那这别扭的感觉相对写生图像，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塑像这个东西，它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它其实像是一个摄影的瞬间，它本身它被做出来的时候，像是一个你去看电影突然定格那个画面可能很丑的一个脸这样子。那我觉得它这样被做出来，被树立在那边，它这个存在我很想再让它回复到摄影里面。